当地时间9月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雅加达出席第2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李强表示，过去20多年，10+3合作机制经历多次危机考验，在推动地区发展繁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抱团取暖、团结协作。国家之间出现分歧、出现争端，有时是因为认知有偏差。有时候是认为利益有摩擦，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一些外部不应有的干扰。关键是我们大家要正视问题，消除误解，管控分歧。管控分歧，当前很重要的是要反对选边站队，反对集团对抗，反对新冷战。李强在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指出，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事业面临巨大挑战，我们要始终把发展摆在地区合作的优先位置。中方愿与各方以落实新一期10+3合作工作计划为契机，围绕共同打造经济增长中心，重点做好3件事情：一是持续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要持续释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红利，更大力度促进要素自由流通，推动贸易投资扩容升级。希望各方支持香港作为首批新成员加入协定。二是持续深化地区产业分工协作，要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精神，继续发挥地缘邻近、经济互补等优势，推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在稳定畅通中优化升级。三是持续加强科技创新引领带动，中方愿与各方深化数字经济、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创新合作，共促新兴产业发展，共同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李强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问题阐明中方立场，表示核污染水处置关乎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日方应该忠实履行自己的国际义务，同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以负责任方式处置核污染水。与会领导人表示，10+3合作为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各方应协调行动，坚持多边主义，以落实新一期10+3合作工作计划为契机，深化经贸、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等领域合作，携手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安全等全球性挑战，为地区稳定与繁荣注入新动力，将东亚打造成和平与增长中心。这一次的东盟10国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不仅是疫情之后的第一次会议，更是中国新总理与日本和韩国领导人的第一次的正式会面。因此，这一次的会面也可以理解为是为了恢复举办中日韩3国首脑峰会的一次热身赛。无论是韩国总统还是日本首相，大家依然在乎中国，需要与中国保持沟通。那么今天的会议就显示了这一成果。路透社6号引述日本外务省的消息称，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此次会议前与李强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岸田文雄表达了建设性且稳定的日中关系的重要性，并就日本福岛核污染水排海说明了日方立场。日方为一己之私，于8月24号开始排放核污染水入海，使本已紧张的中日关系更加紧张。中国海关总署随即宣布全面暂停进口原产地为日本的水产品。日本智库指出，由于中国客户在日本水产品出口和旅游业中占据很高比重，中日关系紧张将对日本经济造成打击。旅日资深媒体人徐静波认为，中日2国在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问题上立场对立，但其实在下午的讲话中，李强总理已经向日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就是充分协商。日本在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问题上面一直没有与中国这么一个重要的邻国进行过很好的协商，接下来就需要日方拿出诚意来，与中国和韩国建立3国长期协商与联合监测机制，妥善解决对立。
在6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再就核污染水问题进行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我们希望日方能够正视国际社会的关切，做出有诚意、真正基于科学取信国际社会的说明，而不是继续淡化、掩盖核污染水排海的危害。事实上，福岛核污染水的成分复杂，即使是经过净化，仍然含有碳14、钴60、锶90、碘129、铯137等几十种放射性核素。不管怎么称呼，都不会让核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核素消失。这个日方需要正视。我们注意到，日方一直执意将核污染水称作所谓处理水。对此，发言人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再次重申，处理水一词由日方自己发明。日本反复宣传含氚浓度没有异常，并营造核污染水中只含有氚的假象，这种偷换概念的做法蒙蔽不了国际社会。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呼吁尽快实现中日韩3国首脑会谈，称希望与中日2国政府进行紧密沟通。在访问印尼前夕，尹锡悦5号在接受《印尼日报》《罗盘报》书面采访时表示，中日韩3方合作应重回正轨。他说，作为中日韩政府间3边协商机制的轮值主席国，韩方将为激活3边合作而竭尽全力。若东北亚3国间的合作重新焕发活力，10+3之间的合作也将被注入更大的动力，这将进一步加强东盟中心地位。韩国自2020年起担任中日韩3方对话机制的轮值主席国。然而，因为新冠疫情以及3国之间复杂关系，已经近4年没有举行过3方对话。先前，尹锡悦在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晤时，两人确认了尽快重启3方对话的重要性。8月3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韩国外长朴振通电话。王毅表示，希望韩方加强战略自主，抵制各种逆全球化操作和脱钩断链，深化2国各领域互利合作，更好造福2国人民。中方支持韩方作为中日韩合作主席国，为推动3方合作发挥积极作用。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今天的领导人会议上面呼吁尽快举行中日韩3国首脑峰会，一方面是为了发挥韩国作为轮值主席的召集人的作用，同时呢，他也希望通过3国政府首脑的面对面的对话，希望消除一些误解和矛盾，寻求构建新的3国经济合作体制。对话总比不对话好。这次东亚峰会，中日韩都来参会，那您怎么看中国与日韩2国的互动呢？近来，中国在与东南亚合作不断升级的同时，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关系却不那么乐观。美日韩的军事捆绑，尹锡悦那种连韩国民众也很难接受的极端保守倾向，岸田政府那种连日本民众也很难接受的核污水排海等等，都使得日韩与东亚乃至国际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负面的微妙变化。在这个变局中，中国首当其冲。但是呢，日韩作为东亚国家呀，都是中国的近邻啊，更感受到安全靠美国，可是经贸又不能不靠中国的这种双重压力。日韩2国都长期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每年对华贸易额都在3600亿美元上下，恰好都相当于2国对美国每年1800亿美元贸易额的2倍。尤其在 RCEP 落地后，更面对着重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很难呢在抗中联美这棵树上吊死，总是想寻找一条左右逢源之路。日韩面对的这种困局啊，是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作为亚洲地区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负责任大国的中国，一贯主张中日中韩友好合作、互利共赢。当年战争50年不幸，留下了那么多的仇恨苦难，都没有挡住中日韩人民走向和平、走向和解、走向合作的道路。今天，美日韩所谓准同盟的色厉内荏，也同样不能阻挡中日中韩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目前虽然还有很多并非马上可以解决的难题，但是利用像东亚峰会这样的多边场合，重启中日中韩以及曾一直坚持的中日韩对话，
相互阐明立场和底线，务实面对今天的困难和公约数，也不失为一种缓解矛盾、降解冲突的相处之道。至少呢，应该避免让美国在一旁看我们亚洲人的笑话，